最近许久不抢镜的卢比奥啊，对中日关系表态了，表示啊，我对中国一直都挺友好的。其实他说这个话呢，真没毛病。细数历届美国国务卿呢，他还真的属于是那种不咬人的角色。虽然呢，美国两党不停的轮换，战略目标频繁的调整，但是历任美国国务卿的对华策略其实是出奇的统一的，就是不断的巩固他们战后那位最伟大的祖师爷乔治马歇尔的铁桶阵，全面的遏制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在历任的国务卿之中啊，卢比奥也算是个异类。一直以来呢，国务卿其实是一个需要跟白宫内部的决策保持制衡的角色。总统主打一个演技精湛，能否吸引选票，并且作为台前的政治明星代表背后的利益团体。而国务卿呢，原本走的都是实力派路线，一般呢是职业外交官出身，主打一个低调、冷静、理性，自带一股子湿冷感。但是咱们卢比奥鲁大人那简直就像是一只混进了毒蛇窝里的吉娃娃啊，主打就是一个比总统更能演，战略规划不规划的无所谓啊，政治表演那绝对是话剧演员的水准，情绪饱满，感染力强劲，而且呢他还能屈能伸，既能够在党内初选的时候跟自己未来的老板川普叫板登台一较高下，也能在川大统领荣登大宝之后呢避其锋芒，紧跟脚步。上周白宫发言人定了调子，表示啊，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体现在领导人的私人关系、经贸合作等领域。莱维特的原话啊，川普总统认为美国应该在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的基础上维持与日本的同盟。这段话日后啊，应该同时被中英文6级考试啊纳入阅读理解的范围。就问这个表述里，美国要优先跟谁保持好关系？很显然，卢比奥他的阅读理解是不错的。他给出的答案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会是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工作是找到与中方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我对中国一直都挺友好的。这句话呀，如果看看咱家的制裁名单，确实是有点讽刺哈，毕竟鲁大人还挂在上面呢。但你要是结合他上任之后啊，对美国国务卿这个职位的祖宗之法的继承与贯彻这个角度来评价说，中肯点讲，他人还怪好的嘞。虽然呢，这种好大概率是基于能力低下带来的战略失效，但是不可否认，在川普的草台班子里，他确实是唱最高的调，干最哥的事儿。要知道啊，战后美国国务卿的最高峰就是马歇尔、杜勒斯和基辛格这3位了，属于是战略家级别的大佬。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属于是战略远见、多线制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狠角色。可以说，对华的战略基调就是这3位定下来的。之后呢，历经82年到97年，务实平衡型的国务卿们，诸如舒尔茨为结束冷战铺路，克里斯托弗推动了北约初步的东扩，到2000年和2009年的鲍威尔、赖斯这种危机应对型的国务卿，乃至09年到24年，布林肯、克里这种多边协调型的政客，其实他们的对华战略基调依然是继承于马歇尔这位祖师爷的全面遏制加围堵的既定战略的。这里说一下啊，马歇尔就是美国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那个马歇尔。可以说啊，他一人的战略观念就决定了战后美国的80年对欧、对俄、对亚太的全部的战略部署方向。在这种对比之下啊，你再看蓬佩奥和卢比奥之流，同样都作为国务卿，确实是美国这个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了，多样性真的是做到了。说回来呢，马歇尔对我们的战略形成背后呢，还有一个大家更耳熟能详的名字，乔治·凯南。首先呢，马歇尔在24年到27年期间是以美军15步兵团的这个副团长的身份驻扎天津的，负责部队与这个管理在华的利益协调。45年再次来华，是作为杜鲁门总统的调停特使来调停我们的内战的。46年的8月就开始对国民党实施武器禁运，这里面最关键的转变其实就是在46年2月收到了乔治·凯南的那封著名的长电报开始的。可以说啊，在西方经历了从19世纪初绵延了100多年的中国热之后，一直到2战结束之前啊，已经全面的对华失去了滤镜。从法国开始被美国国父们深深信服的贤者治国模式，其实已经被现实全面的证伪了。来过中国的马歇尔不知道如何理解东方，处理对华的战略，其实整个西方都不知道。而46年2月，乔治·凯南从苏联发回美国国务院的那封著名的长电报，最终是深刻的影响到了马歇尔的对我们的全面围堵遏制战略。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到某岛再到东南亚各国的部署，我们看到的是栅栏修到了家门口，其实美国要做的是把我们隔离在美国的全球布局之外。凯南的长电里面
最重要的一段表述是这么说的：中国人很聪明，我以前认为，现在且仍然认为，他们可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中最聪明的一个。而且因为美国人很天真，美国人做事漫不经心，同时还容易被奉承所误导，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中国人平常的外在行为具有高度文明的性质，他们的许多品质令人钦佩，他们勤奋、商业诚实，他们的实际精明和他们的政治敏锐性都值得称道。听到这里，你觉得这家伙还挺懂的啊？但其实他的结论是要服务于美国在战后如何处理对全球的地缘安排的。这么高的褒奖，对于美国的战略制定者马歇尔来说，其实就只代表了2个字：威胁。比苏联这种外强中干、迟早要自己崩溃的组织体大得多的威胁。最后，凯南给出的结论是：我们和中国打交道越少越好，既不需要博取任何中国的喜爱，也不需要害怕他的敌意。他还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最终学会不打扰他们，各走各的路。凯南呢和基辛格的私交其实也非常好，基辛格的很多策略更符合凯南的本意，但是都不是什么好饼。隔离湾岛就是凯南构想的一个核心步骤。所以马歇尔看了凯南的这么真知灼见的分析之后，他也得出了结论，那就是美国要走的是全球哪儿都通的路，那就不能给龙国留路了呀，不然我绕着他走可还行。于是在46年2月长电报发回美国国务院之后，4月凯南就被调回了华盛顿，8月前面提到了就开始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47年初马歇尔回到了美国，3月就签订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开始了在东南亚的围堵布局。4月，乔治·凯南被任命为政策规划室首任主任，正式成为国务卿核心智囊。随后，马歇尔主导国务院制定了 SWNCC 384号文件，决定不再对日本去工业化，转而将其变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代理人。384号决议通过之后，48年初就要求麦克阿瑟执行这个协议。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阿瑟的履历啊，他这辈子其实没打过什么胜仗，而最憋屈的这个败仗就是被小鬼子打的。当年3月阿瑟离开菲律宾败走澳大利亚，4月就发生了极端恶劣的日本虐待美国战俘的巴丹死亡行军事件。他这个总司令总是要给自己枉死的兄弟们争一口气的嘛，所以一直就拖滞着执行。是凯南亲自在48年3月到东京说服的麦克阿瑟执行这个命令的，从此才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经济重建优先原则，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帮助日本恢复工业能力，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商品市场与原材料供应地，保留天皇制度，适度去军国主义，确保日本政治稳定，以便于美国长期控制。而与此同时，美国对蒋家的态度也从扶持和力保转为了将某岛变成地缘战略棋子的这样的部署，核心逻辑就是把我们围在这个栅栏里，隔离于美国的全球化之外，免得我们会构成战略威胁。那么美国在东南亚这个栅栏啊，也是稳准狠的快速布局。前面提到马歇尔47年初回国，3月就签订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获得了23处军事设施的99年的使用权，将菲律宾打造为南翼的核心节点。那随后48年扩大对菲律宾、泰国的经济援助，重点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开发，确保美国对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优先获取权，同时支持泰国栾皮问政府、菲律宾罗哈斯政府等亲美政权打压当地的华人政治力量，以民族主义的外衣包裹其想要全方位斩断东南亚与我们上千年的血脉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的这个野心。泰国曾经1/3都是潮汕人，泰国王室历代都有华人的血统，现在泰语和潮汕话都有很多相通之处。菲律宾小马克思家族就是2个华裔家族的后代，这里面还有段姨父子和便宜爹的故事，大家可以自行查找，我就不引申了。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实际上马歇尔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笼子可以说已经是越扎越紧了。待到朝鲜战场上美军开始吃瘪之后，马歇尔又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继续自己的围堵战略。当年打过3·8线，不能完全说是麦克阿瑟自己的主意。当时马歇尔给阿瑟发了一封被称为空白支票的授权电报，表示如果敌人不接受劝降，那么您可以调动部队搜索并消灭朝境内敌人的全部武装团体。于是就直接导致了咱家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这也就是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历史背景。那百拳其实已经沿着我国东南扎紧的篱笆摆开阵势了，咱当时这一拳要是没打开，那真的就是要被牢牢的锁在这个笼子里面，寸步难行了。
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在东海保持的常态威慑，与海南自贸港对东盟合作的全面加深，其实就是彻底的对马歇尔当年布局的全面的突破。他们当年想要扶持的势力，我们要打，从日本右翼到绿营，迎头痛击。他们当年要斩断的联系，我们要接上。西方通过金融海啸抄底东南亚资产，其实冲击最大的就是那些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带动当地就业民生的本土利益派，而这些利益群体中很多都是华裔。反而是那些灰产，不好被抄底，那些跟灰产紧密联系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家族就成了现在的主流。现在我们要搞南海一家亲，产业大联通，其实就是要恢复周边国家的正常产业生态，同时恢复千百年都未曾中断的血脉联系。当年抗日的时候，海外侨胞出钱出力出人出技术，这种联系是马歇尔和后来的美国国务卿们最惧怕的，也是如今我们以经济为基础，人文为纽带，军事为保障所要重塑的。这一圈看下来，卢比奥在任上除了叫的有点欢，其实实实在在的在扎篱笆这个国务卿必备技能上，他是一点也不会呀。那他本人未必是主观上想对我们友好，但是客观上确实也没继承啥先辈的遗志。吉娃娃嘛，只是比较吵闹，跟毒蛇比起来，还是面目清秀可爱的。其实无论是当年的马歇尔布局的战略围堵，还是当下我们的全面突围，如果大家仔细看，都有很强的时间窗口的限制，环环相扣，一子落错，满盘皆输。如果凯南没有拦住麦克阿瑟的怒火，如果我们没有在38线被跨越时果断突围，很多局势很可能会根本性的走向另一个平行宇宙。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色。80年前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大变局，一个此前从未踏足过中国的外交官就足以深刻的影响决定美国对华战略的两位最重要的决策者基辛格和马歇尔。与其说凯南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不如说他刚好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上，结果成了最关键的那个变量。其实如今我们也来到了自己的十字路口，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有一套运行了几千年的战略智慧，就在此时此刻正在精确且分秒必争的完成属于我们的全球战略布局。从马歇尔当年依凯南构想布下的铁桶阵，到卢比奥徒有其表的政治表演，美国对华的围堵战略框架虽然延续了80多年，却始终挡不住历史的浩荡潮流。那些被蓄意斩断的血脉联系正在重建，那些被强行筑起的地缘藩篱正在瓦解。中国以军事威慑守住底线，以经济联通聚其合力，以文明智慧谋长远发展，既打破了被隔离于全球化之外的困局，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霸权逻辑的发展之路。可以说，百年变局之下，凯南们当年的战略焦虑终究化为了泡影，而中国带着数千年沉淀的生存智慧，正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坚定前行，于突围中重塑秩序，于变局中开创未来。这正是文明力量超越地缘博弈的最好的注脚。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